第二天，明媚的阳光唤醒了沉睡的夏燕，一觉醒来，精神明显好了很多，身体也没有感到什么不适。昨天淋雨并未让他感冒生病，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脚边早一步醒来的独角虫不知从哪里拖来一串枝条，经过雨水冲刷，绿莹莹的叶子散发着清香。独角虫拱了拱夏燕的裤脚，示意他不用客气。脚边还有几片被啃食后残留的叶片碎屑。夏燕笑了，谢谢。捡起树枝扯下了几片，在独角虫期盼的小眼睛里塞进了嘴巴，咀嚼着。苦涩的清香在嘴里蔓延，刺激着味蕾的同时，同样刺激了它空荡荡的胃。独角虫笑得眯起眼睛，高高扬着头，等待着夏燕的夸赞。而夏燕也没有让他失望，艰难地咽下后，笑着摸了摸独角虫的后背。谢谢，独角虫，很好吃。独角虫欢快地点着小脑袋。昨天夏燕将食物分给了独角虫，作为回报，独角虫早早的就去寻找食物。这些树叶他吃过，很新鲜，很可口，所以他特意留了一些，好东西要分享嘛。尽管这些树叶在夏燕的嘴巴里可能味道并不美丽，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说明独角虫已经接纳了夏燕的存在，分享了于他而言很宝贵的食物。而夏燕也很暖心的没有拆穿这一点，没有告诉独角虫人类和精灵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和单纯的精灵相处比和前世办公室里的那些只会勾心斗角的人相处感官好太多了。哎呀，新的一天，新的开始，独角虫，我们要努力了。夏燕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和草屑。独角虫认同的点着小脑袋，将它放在肩上，走出破屋子，朝着金黄市的中心走去。阳光正好，但夏燕的心情却没有早晨时的美好。对不起，先生，经过查审，您并不符合联盟训练家的最低标准，请您多多为联盟贡献自己的力量，早日成为注册训练家。联盟训练家大楼里，穿着怪异的夏燕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笑容公式化的工作人员拒绝了。确认了他的身份以及仔细观察了他的着装和样貌后，工作人员的回答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不符合标准，多多为联盟做贡献。标准的比未拨通电话里的小姐姐还要生硬。那怎么样才算是达到标准？夏燕还是有些不太死心，但他后面排队的人却是忍不了了。差不多得了啊，穿得像个乞丐似的，带着一只烂大街的独角虫就想申请成为联盟注册的训练家，哼，你没吃错药吧？夏燕转过头，身后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头发梳得人模狗样的社会精英，眼神鄙夷地看着他，身边还跟着个手里把玩着精灵球的13、14岁的孩子。对上夏燕冰冷的眼神，那人脸上不屑更甚了。看什么看呢？夏燕面无表情地站起身，让出了位置。那人撇撇嘴，有些厌恶地拍拍椅子，还拿出块手帕垫在椅子上，再拉着他的孩子坐下。你好，小姐，我家孩子想申请成为训练家，这是他的2只精灵猴怪和万里，这是我近5年的银行流水，这是我以他的名义的捐款证书，以及最重要的这个满10年的精灵储备金，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男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大堆整备齐全的文件，工作人员脸上也终于出现了一些非公式化的表情波动。请稍等。驻足看了片刻的夏燕，表情还是没什么变化，但肩上的独角虫却感受到了他心底压抑着的怒气，以及对联盟制度的嗤笑。独角虫轻轻蹭了蹭他的脖子，夏燕吐出一口气，淡淡道：我没事。转身离开，身后隐隐还能听到：臭小子，以后就是训练家了，明天送你去精灵学校，好好看，好好学，不然长大以后就会像刚才那个人一样，变成他那个落魄样。走出训练家大楼，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却照不进他有些寒的心。2只精灵是基础，银行流水是财力证明，捐款是对联盟的贡献，满10年的精灵储备金是出使精灵领取的权利。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略带讥讽的笑容。又是一个拼爹的世界。独角虫歪着小脑袋，眼睛里疑惑着，不知道夏燕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事，虽然一开始就没抱什么希望，但还是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迈开脚步，联盟的制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现实。他这次训练家大厅之行，本来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毕竟，如果可以获得一个联盟认证的注册训练家身份，会让他在训练家的这条路上好走很多。至少，精灵中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而且还有免费的住宿。只能说最后的结果没有出乎预料吧。来到一间杂货铺，花了20块钱买了一些食物，大都是方便储存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其中以面包居多。虽然难吃，但坚持个2-3天应该是没问题。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2-3天的时间里找到一份赚钱的工作。为了不浪费时间，夏燕忍着心疼花了2块钱坐了公交车，回到了郊区自己那个偏僻破烂的住所。眼看着兜里的钱就只剩下几个钢镚儿，一共11块，他都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找几个机会和理由再次找刀疤男那些人借上一点。算了，不要浪费时间。现在时间不仅对他非常重要，对本身发育期就很短的独角虫而言更加重要。径直步入住所后的一片小树林中，为了金黄市居民的人身安全，金黄市的道馆联合金黄市的几大公司，对周边的森林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清扫，所以树林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来到树林，将独角虫放在地上，踩在柔软的枯叶堆上，每一步都会发出沙沙声，这让独角虫感觉很新奇，不断扭动着身躯，显得很开心。看着正在尝试自己嘴巴能不能咬到尾巴的独角虫，夏燕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摆出了严肃的模样。独角虫，接下来我会对你进行为期3天的训练，这关乎到3天之后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听到他声音变得有些严肃，独角虫停下了身子，抬起头看着他，眼神有点迷茫。夏燕蹲下身，郑重道：期间会很累，会很辛苦，你也可能随时会放弃，但我会一直陪着你一起训练，所以一定要认真，好吗？独角虫下意识地点了点脑袋。很好，那么现在看到那棵树了吗？我们进行折返跑训练，基础目标20个来回。独角虫在初始阶段的精灵中，种族值也算是比较低的，不过就算再低，矮个子里也能挑个高个儿，速度是它的强项。而且如果要对战，精灵的速度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点，同时跑步还能提升整体身体素质。20个来回，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大约100米，一共是2000米的训练。在听到夏燕喊出跑的口令后，他与独角虫一起窜了出去。一开始信心满满的独角虫，在跑了5个来回后就开始有些后悔了。跑了10个来回后，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不过也不只是他，夏燕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涨红了脸，额头和鼻尖全是汗水。夏燕的身体本就孱弱的不行，她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前主人更是已经濒临死亡。就这样的身体，昨天还只吃了大半块面包，还能跑起来已经算很不错了。独角虫看到连夏燕都这么努力，也咬着牙坚持着。15个来回，一人一精灵都快到达极限。别看2000米好像不长，但一个是新生不久的精灵，一个是瘦弱到风一吹就快要倒的人，对于他们而言，这绝对是一个考验。这只是第一次训练的开始，如果在这里就坚持不下去，那么整场训练都会垮掉。坚持住，你才能在破茧后迎来新生。剧烈的喘息让夏燕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哪怕他已经累到快窒息，但作为训练家，必须给第一次训练的独角虫做出表率。独角虫叫唤了声，好似在给自己打气，又像在给夏燕加油。终于20个来回结束了，独角虫一下子累瘫在地上，夏燕的胸口也如同风箱，汗如雨下。看着倒在地上的独角虫，他断断续续道：站起来，跑步后走一走，不然明天会站不起来。听了夏燕的话，独角虫露出委屈的表情。他真的累坏了，如果不是看到夏燕在坚持，他早就放弃了。起来，走。夏燕的声音变得非常严肃，不容置疑。
这种时候对于独角虫的放纵是对它的不负责。独角虫缩了缩身子，面对夏燕的严厉，还是咬牙站了起来，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地跟在他身后走起来。10分钟后，夏燕与独角虫的呼吸都逐渐恢复平静，身体暖暖的，好似有一团火在体内燃烧。接下来是你的招式训练，首先是吐丝的精准度，我会往天上丢石头，你的任务就是吐丝，然后缠住它。在他的脚边已经放置了一堆石头。经过跑步的基础训练，独角虫已经明白，这训练不是玩游戏，会很辛苦，会很累，都不用后续的训练展开，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他想要尝试抗议，可每次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就被自己剿灭。因为夏燕也在跟着一起训练，并且身为人类，还是身体孱弱的人类，明显比他更累。夏燕都在坚持，他有什么理由放弃？毕竟训练归根结底获益成长的是他呀。准备好。捡起石头，确认过独角虫已经准备好后，他抛出一块块石头来。起初频率很低，速度很慢，独角虫的命中率很高。但渐渐的，随着夏燕的速度越来越快，石头接二连三的丢出，独角虫击中的命中率就降了下来。他自己也开始着急，有些手忙脚乱。静下心，沉住气，不要乱，看清石头的轨迹再出手，有的时候可以选择性放弃一些。夏燕的手臂鼓起，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停地丢石头，对他的体力和臂力要求也不小。不过他的提醒很有效，独角虫渐渐沉下了气，小眼睛紧紧地盯着石头。命中率虽然依旧不高，但有显著的提升了，至少他自己不乱了。无论是吐丝还是毒针，命中率都很重要。如果你感觉体内存储的丝线不多了，可以用毒针代替。独角虫重重地点点头，放弃吐丝，头上的尖角泛起紫色光晕，一根根毒针飞出。他慢慢地进入了真正的训练状态。作为目前只有2个技能的独角虫，本就代表着对战的容错率比较低。如果技能还无法命中敌人，无疑会让对战非常不利。过了一段时间，夏燕脚边的石头全部丢完，这一阶段的训练也就结束了。很好，记住刚才那种感觉，我需要你以后每次训练都保证那种专注。累得不行的独角虫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休息10分钟。如同听到天籁，独角虫一下子瘫在地上。夏燕抱着膝盖，依靠着树干，也抓紧时间休息。很快10分钟过去了，还是20个来回，不追求速度，只要求完成。独角虫一脸的绝望，但还是咬牙坚持着。他没有放弃的理由和借口，因为不管做什么，夏燕都一起。明明更累，却做了很好的表率。跑完又照例休息10分钟。接下来是第3阶段，内容很简单，用你的嘴巴把那棵树咬断。夏燕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小树，树干约莫正常人2个手臂粗细。独角虫一脸的震惊，指着那棵小树，再比划了下自己的小嘴巴，就很夸张啊！要以他的嘴巴咬断那么粗的一棵树，有点太为难了吧？但夏燕却不为所动，一到训练，他就成了铁面无私的训练家，不会对精灵有半点的放纵，同样也不会对自己有所放松。你现在只有吐丝和毒针2个招式，不代表你只能会2个招式。虫咬是虫系精灵初期较为强大和实用的招式，要学会它，你必须先对你自己的抗药能力有一定的认知。稍稍解释后，继续道：第一次我就不给你时间限制，直到你完全咬断为止。但下一次，我恐怕要给你规定时间了。好好的在第一次寻找感觉。独角虫瘪着嘴巴，尽管不情愿，但还是按照夏燕的要求做了。在你锻炼的时候，我也不会停下。你什么时候咬断了，我就什么时候停止训练。看着有些无力疲软的独角虫，夏燕说完就俯下身开始做俯卧撑。独角虫诧异地回过头，以夏燕的身体一直训练。独角虫顿时摇摇头，立马冲到小树前，狠狠地咬了下去。夏燕用自己的行动迫使独角虫不得不加快速度。训练家与精灵的默契也在训练中不断增长。太阳西落，圆月高挂。刚才的全部3个阶段是1轮训练，而夏燕与独角虫今天一共完成了2轮。这对于他们而言是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巨大折磨。结束后都瘫倒在地上，连一丝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仰望着夜空璀璨的星辰。哎呀，月亮还是家乡的圆呀。肚子饿了吗？回去吃饭。独角虫欢呼起来，力气仿佛一下子又都回来了。精灵的恢复能力就是比人类快，夏燕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但独角虫却依旧生龙活虎的。看来你还是很有体力，我低估你了。明天训练量加重，4轮。独角虫哀嚎着，一脸的绝望。走吧，回去了。摇摇晃晃站起身，抱着独角虫走向小破屋。一边走，手指还在他身上轻轻按压着，缓解他身体的疲劳。精灵按摩他没什么经验，但他知道观察独角虫的表情变化和反应，从而了解按摩哪里可以让他更舒服。独角虫呻吟起来，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痛，并快乐着。3天后，抱歉，我们俱乐部暂时不招收陪练。金皇市市区内一座门头非常华丽的俱乐部门口，前台的招待小姐非常礼貌地对夏燕说道：好的，谢谢。夏燕点了点头，带着独角虫转身离开。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金皇市大大小小的精灵对战俱乐部拒绝了。经过3天时间的训练，不论是他还是独角虫，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本来按照他的想法，是希望在一家俱乐部找一份陪练的工作。金皇市是关都地区最大的都市，这里充斥着大量的训练家。为了谋取利益，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在金皇市内成立俱乐部，可以给各式各样的训练家提供对战、休闲、培养等一系列的服务。只可惜穿得像乞丐，更是只拥有一只独角虫的夏燕四处碰壁，始终没能被接纳。对此他渐渐也就习惯了，毕竟如果是他，身为管理人员也不会看得起只有一只独角虫的训练家。是个人都能看出他是侥幸获得的精灵，而这样的人往往缺乏精灵的培养和对战经验，并不是合适的陪练对象。大半天下来，独角虫都快放弃了，但夏燕却还是保持着出发前的状态，甚至面对拒绝不失礼貌。习惯了，前世遭遇的社会毒打可比现在严重得多，至少这里的人虽然拒绝，但表面上还是比较礼貌的。别放弃嘛，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如果也不行的话，我们明天就换一个城市。夏燕安慰着独角虫。独角虫有点自责地耷拉着头，他清楚地感觉到今天夏燕之所以被拒绝，还是很大的原因。不是你的原因，他们不知道你的努力，只是因为对独角虫这种精灵的主观意向，让他们觉得你很弱，但你自己不能失去信心。我们经过了3天的地狱训练，不能说有多么的优秀，但至少不再孱弱。时刻保持精灵有足够的信心，也是训练家的必修课。因为任何原因而责罚怪罪自己精灵的训练家，都注定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训练家。夏燕的笃定给了独角虫信心，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里再次泛起自信。对于他的变化，夏燕很满意。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座处于金皇市边缘区域的俱乐部——希尔弗精灵对战俱乐部，隶属于金皇市最大的公司，或者说全关都地区最大的公司希尔弗公司。之所以将最后一个目标放在这儿，是因为确实成功率不高。深吸了口气，保持心态走了进去。坐在前台作为接待的幸奈看到走进来的夏燕，一眼扫过她的穿着以及肩上的独角虫，就明白了她的意图，心底有些无语。一个像乞丐似的人，怎么敢来他们的俱乐部的？但专业的素质还是让他保持着职业化的笑容站了起来。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不知道贵俱乐部还招收陪练吗？夏燕上前直言道。果然，幸奈心里暗道了一声，刚想开口拒绝，忽然瞥到夏燕肩上的独角虫，稍稍点头致歉后说道：请稍等，我需要询问一下我们的主管。好的，麻烦了。夏燕有点意外，居然没有直接被拒绝。看着消失在员工通道的幸奈，夏燕打量着俱乐部大厅的布置，璀璨的珠子灯帘，反射着橙黄灯光的光滑瓷砖，镶嵌着不知名金属，镌刻着精细图案的巨大石柱以及壁画。整个布局就突出2个字：不差钱。内部的主管办公室里，骆驼主管，外面有个人问我们是否还招聘陪练，那个人应该比较缺钱。
思量片刻后，幸奈最后还是用了个缺钱这样比较委婉的词语。穿着一身西装，典型社会精英人士的骆驼主管放下手中的报表。这种问题还用问我吗？平静的外表，冷酷的眼神，让和他对视的幸奈心里忍不住一颤。我这就让他走。幸奈心里暗骂自己为什么要多事。等等，骆驼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他。那人用的是什么精灵？独角虫。幸奈小声地回道。原来是这样。骆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俱乐部上一个以独角虫为精灵的陪练，他的独角虫进化了是吧？幸奈很惧怕这个严肃的主管，尽管他平时并未表现得很凶，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怕。希尔弗精灵对战俱乐部有一个别的俱乐部都不具备或者无法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号称可以在俱乐部内找到关都地区的所有精灵作为陪练，弱到最弱的独角虫和绿毛虫，强大到乃至准神快龙。只是让快龙作为陪练，那出场费，一般人都没有这种能力和胆子。反正就是突出一个字，豪横。当然还有一点别人不知道，但身为主管骆驼清楚的，之所以要配备所有种类的精灵，是因为要给希尔弗母公司不间断地提供各种精灵的各项数据，以用于特制精灵球的制作。既然如此，安排他对战一场，通知技术部收集数据，如果赢了就让他留下来。骆驼挥了挥手。好的，骆驼主管。幸奈应了声，赶忙离开办公室。大厅看着站在原地打量着俱乐部装潢的夏燕，幸奈心里忍不住感叹，好运的家伙。先生，我们主管的意思是让你对战一场，如果赢了就可以留下。幸奈说道。夏燕眼睛一亮。好的，多谢。随后在幸奈的带领下，来到了俱乐部内部的一个封闭性相当不错的对战室。一名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特殊器具以及小型电脑的研究模样的工作人员站在旁边，似乎是准备测量和收集对战数据。对面，一只目光有些呆滞的小拉达静静地待在原地。看到小拉达的模样，夏燕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俱乐部倒是没有为难他们，小拉达作为独角虫的对手并不算欺负他，只是呆滞安静的小拉达就像一个工具，没有了小拉达这种精灵本该有的狡猾与灵动，就好似没了灵魂似的。夏燕肩上的独角虫也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不同的精灵面对不同的人，命运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对战规则为1对1，直到一方彻底失去战斗能力为对战结束。如果你获胜可以留下来，失败就只能抱歉喽。幸奈说道。夏燕点点头，对独角虫说，现在的我们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对战中不要带着不需要的同情，好好打，赢了才是对他的尊重。独角虫赞同地应了一声，从肩上跃下。这将是他第一次对战，也是夏燕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次对战，关乎着他能否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一战。好，那么开始喽。随着兼职裁判的幸奈一声落下，对战开始。